我回到修理厂。我以为曹金川已经跑路了，谁想到他今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管我要钱，还拿家甲威胁我。你杀人了？他拿家甲威胁我。还想往哪开？能不能稍微近一点？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不放心。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？这个曹金川跟买家有关系，买家现在死了，警察肯定要找到他。你敢保证这个曹金川到你们家来没有人看见啊？警察一旦上门，你怎么办？现在除了我们，没有人知道小鱼在哪儿。货不在我家里，把曹金川处理干净了，就算警察找上门了，也问不出什么来。从你这是问不出来什么。问佳佳呢？我会教给他怎么说。佳佳很聪明。这件事情漏洞太多了，现在只能这样。曹金川这件事，不能再有别人知道了。这件事情我不会跟小雅说的。减肥药销售成败在此一举，这个时候不能让他分心。我们现在在跟警察抢时间，这个生意做不了太久的，赚了钱分了账，我们俩出国。你想一想，下一步你该怎么做？情况到了最坏的地步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得照顾佳佳啊！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离死也不远了。小雨，你盯着那边；大亮，你盯着楼上；凯哥，你盯着那边。那这样，杰哥，你先带着人先回去吧。今天就这样了。行，那我们先撤，大家辛苦啊！好，明天换班，辛苦了啊！你也跟着他们回去吧。哎，
哎，吓我一跳。撤吧，都这点了，俩人在这大眼瞪小眼的，就这么撤了？他要么就是不回来了，要么就是已经发现咱们了。我留了仨人在这守着，咱们先回去休息，明天接着找。啊，静姐。走吧。走了。今天加班回来晚了。怎么不说话？没吃饭是吧？我这就给你做啊。我终于明白你上次为什么不报警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吃了没？在戒毒所里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可以戒掉它。我做到了。你呢？我能戒，我肯定能戒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在加班啊。你还在撒谎！我亲眼看到你上了那个男人的车。没跟你说，我跟他谈恋爱了。和好，特别好。我报警了，胡文静马上就到，你男朋友也逃不掉。你报警吧。你为什么要报警？你知不知道这次跟上次不一样？我们厂里知道了会开除我的，我没有工作，我怎么养活你啊？
那你心里还有我吗？我为了你能戒掉毒品，你呢？虚伪至极，谎话连篇，自甘堕落。妈，谁都可以这么说话，你不行。你有良心吗？我一边上学，一边打工，把你拉扯大，我既给你当姐，又给你当妈。你25岁了，1分钱你都不赚，我管你吃，我管你喝，我从来就没有过怨言。要不是你把这东西带到家里来，我怎么可能吃呢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碰上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碰上这个东西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凭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样子，还是王平吗？啊，你看看你自己。你这么跟我说话，说我是不是王平？我是不是？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吃死。我也是你姐。王平啊，毒品哪儿来的？警察别动！别动！郑国成，郑国成，走！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站走！说说吧，毒品从哪儿买的？大全家买的。大全已经死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在他出事之前买的，不行吗？我们在你家搜到了15公斤掺了致幻剂的糖块，这么多毒品，你打算卖给谁啊？哎，话不能乱说啊！我买那些货都是自用，从来不卖的啊！不信你们去问王平啊，我收过他1分钱吗？再说了，那些糖块里面毒品含量很低的，还15公斤，说的夸张，真正提炼出来能有多少啊？你们既定不了我贩毒罪，也定不了我非法持有毒品罪，顶多拘留我几天吧。你觉得你很懂法是吗？你引诱、教唆、致使他人吸毒，3年以上7年以下，你懂吗？你没有教唆王平吗？我怎么教唆了？你说你怎么教唆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有啊。哎，王平之前吸毒跟我没关系吧？后来他自己忍不住复吸，知道我有糖，哭着喊着来求我，我有办法吗？你们同事李晶晶认识吧？李晶晶跟我们说，你曾经让他给过王平1杯咖啡，对吧？这个咖啡里边有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就是吃定了，王平之前吸过毒，你可以控制他。小李，来一下。哎，好的。那个王平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好？啊，这样，你把这咖啡拿给他。萍姐，给你。
事儿，别理他们，加油。能再给我10块吗？5块也可以。你吃的越来越快了，我稍微控制一下。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白白给你供货。今天早点下班，找地方等。我要请律师，不可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你不用在这狂。凯哥，哎，你去吧。没事吧，姐？没事。认识李宝才吗？不认识。曹金川呢？也不认识。上个月的20号晚上你在哪儿？不是跟朋友喝酒，就是在打牌。我提醒你一下，20号，乌京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在现场找到了一袋毒品，里面的成分和你囤积的糖块成分一致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和这起案件有关。哎，别瞎泼脏水啊！什么乌京村啊？我去都没去过，我都没听说过那地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20号，我跟一堆朋友在打牌，好多人，你们可以去调查。他们是你牌友还是你毒友？那当然是牌友啊！我哪认识那么多吸毒的？你在你家囤那么多毒品，你说你不卖，谁信啊？那是因为大全能够给我提供发票，我不管买多少，厂子里都可以给我报，我自个儿不用花1分钱啊！那我哪舍得花那么多自己去买啊？韩强，我现在给你机会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都是实话呀，警官。没事吧？王明的父母出车祸走的时候，我们上高3。从那以后，王平就变了，拿着那点赔偿金，掰着手指头过日子。他能有今天这个生活不容易，全让毒品给毁了。有新情况了。那个，两位警官，我要说的这事儿，要是有用的话，算立功表现吧。你先说。哎，好，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曹金川啊，我有印象。快点。好。一个什么样的人救了曹金川？那我没注意看，他噌的一下从我眼前划过，太快了。你说那个麻将馆我们去过，那老板没有提供你说这个线索。那可能是他忘了呀，要不就是他怕惹麻烦。那天不止我一个人，好多人都在，你们可以去问啊。我们会问的。啊。看怎么样？我去，你最近怎么这么瘦了？真的吗？比前面脸都这么小。你干什么了？我呀，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器，这个小东西可以让你一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不管吃多少，你都胖不了。而且呀，一天只要吃上这1包，你不仅胖不了，你还掉秤。这么有效果啊？对呀，我也想试试了。辛苦了，超哥。没事儿。谢谢啊。
慢走。你们知道咱们现在流水有多少吗？多少？238万，毛利率高达95%。我们发了。发了。我们发财了！发了发了！哎呀，发了发了！他怎么不高兴啊？高兴，高兴，没看出来啊。我想通了，这两天呢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可以继续去做一个会员制，初级会员1888，3个月以内免费拿药，让他瘦10斤；中级会员5888，让他瘦50斤；高级会员18888，终身免费拿药，永远不反弹。咱们就要用这种趋势，用最快的速度赚最多的钱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。行。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分红？哎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呢？早着呢。我能不能提前分100万？我有急用。不行，这包装、生产、营销都是要有成本的。它就像滚雪球一样的，我们赚的钱又要滚进去。你这样提前拿走了，我们账都乱了。再等几天吧。要是等不了小雅，我真的有点气。哥，不是说好了我管账吗？这钱我真的不能给你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帮佳佳换肾，但是你要想好佳佳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呀？你现在工作也没了，咱们还干这种事儿。你不捞笔大的，你以后怎么养活佳佳？你放心，过几天一定能给你，我保证。这票据我整理完了，明天佳佳要去透析，我明天就先不过来了。你以后最好都别来了，少来。货已经够多了，发货我俩就能搞定了。明面上减少来往，降低风险。哥，都听小雅的啊。我送你。那个钱的事咱们就说定了。你不信我，你还不信他吗？我信吧，啊。你要找我就按我跟你说的方式联系啊。好。走了。慢点啊。我哥命够背的了，你不会坑他吧？我坑他干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值得我坑的？你动脑子想想，一个失业的工厂会计突然拿出了100万，太惹眼了，很容易出事儿的。最好是等我们把钱赚够了，要走的时候再分给他，那是最安全的。你考虑的越来越周到了。不是你让我管账的吗？钱怎么赚的，应该怎么分，我当然得管得清清楚楚的呀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这套房子是我家的自建房，砖瓦用的都是好料。只有我跟我姐一块住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东西用的很仔细，保养的很好。之前生活哪怕再困难，都没有想着要卖掉它。哎，那方便问一下，这次是什么原因要卖呢？我姐死了。
坚持住啊！你吸的时间也不长，肯定是会戒掉的。韩强那边已经被逮捕了，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不用担心会碰见他。嗯。王平啊，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哦，这还忙什么呢？忙生意呢。最近生意越做越好了，确实挺忙的。我看楼下那快递车一直不断的。挺好的。王平，南丰县的这些吸毒的、贩毒的，我肯定一个一个都抓出来。我向你保证。嗯，我已经这样了，回不去了。从这出去之后，重新开始没有问题。你还有我，王平。咋了？上车干活。那天啊，他就在那门口喊了一声。那天我同事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呢？我忘了。你们这儿有监控吗？没有。大概是什么时间？应该中午饭的时候吧，具体几点我也记不住。哎，老板，这停一下，停，往前稍微倒一点点。哎，就这。老板，放大一点，再放大一点。呀，这是诚恳吗？是。待会儿咱们可以去找阿江哥哥吗？今天就不了吧，阿江哥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学博会挺忙的。改天。这天小玉姐姐也不在，你也不在，我总是一个人。好啊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以后不提小玉姐姐了？对不起。我最近不出去忙了，就在家陪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，戴上。哦，把小手穿出来，加油，加油！训练腰腿，
那个，哎，卞荣啊，啊，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案件有关，现在依法对你的住处进行搜查，希望您配合。好的。应该怎么转过去？反了，反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导演。哎，来，差不多了。有吗？没有发现。没发现。行，那你们就先回局里，我们问几个问题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来。那我们就简单跟你问几个问题。好。去屋里玩啊！我跟叔叔阿姨说说话。上月20号晚上6点到8点你在哪儿？记不清了，但是我晚上应该是在家陪孩子呢，因为之前我被工厂辞退了嘛。白天一般都是出去找工作。下午你是去哪儿了？也是去找工作了是吧？下午几号？20号。20号是周几？周五。周五我记得，周五那天我是，我上午出的门去人才市场，我想找个零工，没找到。我一看过了中午了，还有点时间，我就下午我去找了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叫什么名字？曹金川。曹金川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？确实，那个我们算不上是朋友。我那天去找他是要债的，因为上次在酒吧那次，就你们也知道，他骗了我的钱嘛。钱后来是你们没收了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是无辜的，而且我确实缺钱，我没办法，我还是想碰碰运气，就去找他，看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。就因为1000块钱，他见你就跑啊？你怎么知道他跑了？你先回答我问题。对，我当时一喊他，他从那个座位上站起来就跑了，吓我一跳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赶紧去追他。我追上他以后才知道，他认错人了，他以为我是另外一个债主。那所以你们从麻将馆出来，你们是跑去哪儿了？麻将馆就从后门跑出去，但是他后面出去沿着有一个小胡同。我是在那个小胡同那把他堵上的，那个也不算堵上吧，就我们也没有动手啊，聊得很好。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，我怎么。后来他可能也是觉得我确实不容易吧，把钱就还给我了。然后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路边摊，请他吃了个饭。吃完饭我们分道扬镳，就再也没见过。怎么，曹金川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他要是没出什么事，你们也不会这么问我。我真的是跟他不熟，就见过这2次。如果他是真出了什么事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我们归查。那什么李宝才你认识吗？没听过。没听过是吧？没。那个乌京村有个废品收购站，你去过没有？乌京村？没去过。这么决绝？乌京村离我这可不近。好，你这儿我们就问这么多就行。好，你看能不能让我们问孩子几个问题？孩子就别了吧，因为还小，而且身体不太好，我怕吓着他。这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吓着他的。主要是他是未成年人，我们不可能单独询问他。你就作为监护人，你坐在旁边陪他行。我能坐在这儿？能，没问题。好，佳佳，来，没事啊，叔叔阿姨问你几个问题。佳佳，阿姨问你啊，爸爸每天晚上都做什么呀？在家？做饭、吃饭，陪我看电视、睡觉。爸爸是每天晚上都在家吗？差不多吧。上个月20号，爸爸在家吗？太多天了，我忘了。这么多天记不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阿姨问你，最近你们家有没有，陌生人来呀？比如说哥哥姐姐什么的。有。谁？对，我是来过一次。好，阿姨给你看几个照片啊。你看这个穿这个衣服的姐姐见过吗？
仔细看看。没见过这姐姐是吧？没见过。好，那你再帮阿姨看一张啊。就这种一小包、小包、小面嘛、小粉粉，见没见过？类似的也可以。没见过。也是确定没见过，对吧？最后一个啊，这人认识吗？仔细看看，这不是阿江哥哥？哦，是阿江哥哥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阿江哥哥是朋友是吧？一个病房的，这孩子也是得重病。好，好，阿姨没有问题了，谢谢你配合啊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那我们今天就问到这儿。好。然后近期呢，你就先别离开暖风县了。好。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你。真是啊，今天谢谢你配合啊。没有，你们谢谢。二楼。再见啊，佳佳。说再见。再见。金警官慢点啊！哎，再见。玩去吧。佳佳和薛江两人之前住同一个病房，肯定认识。但他刚才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，明显犹豫了，不对劲。好了，谢谢。你看啊，刚才我给他拿照片看的时候，我不是问他认不认识这人吗？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看他爸。可是我之前问他关于案件问题的时候，他没有看，他对答如流，说明之前的问题他们是有准备的，最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由此可以推断出，这个陈肯是绝对有事儿瞒着我们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佳佳就是见过旅馆的那个女孩？我觉得十有八九。所以陈肯就是那个黑衣人。酒吧把陈肯和曹金川带回来那次，我发现陈肯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一只袜子，我当时就怀疑他身上有毒品，中途被他扔了，但没有证据。哎，你这事没跟我说过。我当时只是怀疑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他找曹金川不是为了买毒品，而是想把从悦来旅馆得到的毒品卖给他。你看啊，这个陈肯拿到毒品之后，他肯定是想卖掉的，对吧？所以他就找了这个曹金川。但曹金川和李宝才之间呢，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矛盾，有可能分赃不均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或者是这个李宝才他不想卖真的毒品，都是有可能的啊。这曹金川就把李宝才给杀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陈肯有没有可能是他同伙呢？但是现在这些都是猜测，我们没证据。旅馆女孩现在在哪儿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她为什么会跟着陈肯走？陈肯跟吕德利什么关系？他是丁来的人吗？而且陈肯家没有搜出毒品，他把毒品给谁了？曹金川。你们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，不管怎么样，这陈肯想要卖出毒品的话，是不是得收钱？这钱是不是得进银行，查他银行账户？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吃完这场。意料之中，曹金川我们收拾的干净，警察要是查出点什么，早把你抓起来了。但是警察比我想象中快，他们已经把我和那批毒品联系到一起了。我跟小雅赶紧走，走之前把钱给你。不是，小雅那天说的话是对的。我确实也想了，如果要考虑到将来的话，现在赚的这些钱根本不够。陈肯银行账户太干净了，干净的我都想给他捐点儿。你给我也捐点，我这挺拮据的。回去再捋捋，一定能找到线索。
不管是谁，只要跟贩卖毒品有关，那就是十恶不赦。